注意看眼前这个男人穿越天旋大陆，解锁埋葬系统，只要埋葬别人就可获得奖励。可当他看见太阳的时间时，慌了，害怕世界末日的他直接必死关关立刻怕死了。万物皆有生死，这是自然的法则。人中有一死，或生老病死，或天体异常，还有自然死。事实上，无论死多少人，对大自然而言都是好。就像地球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停止自转，人是如此。可日月星辰呢？距离世界末日还是25年吗？9125是天数，还有25年就是太阳的死期。丽妃穿越到天旋大陆已有25载，偶然得到了一个系统，那就是埋葬系统。他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死亡倒计时，只要为人收尸埋葬，就能获得奖励，得到系统。他很高兴，因为这个世界百族群力真好，多好啊！奇奇怪怪又强大的人一大堆，和系统相处，起码是增加了几分自保能力。事态的发展正如丽妃所料，依靠着日夜不休的苦修，他成功拜入了人族5大势力之一的九天国，实力进入到人族5大势力之一的九天阁，却还是发现所有人都是这样。就在那时，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自己穿越过来50年后这个时间点，并非一座城镇的灭城之灾这么简单，将会有一场席卷大域、生灵涂炭的灾难。这个发现让我奋发图强，越发艰苦的修炼。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寿命和死期，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逃过一劫，只能在灾难来临之前，尽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强，以便在浩劫中存活下来。野外大自然的花草树寿命的截止期都卡在灾难日之前。看看太阳吧，灾难日来临的时候，太阳都得陨落，这意味着这场浩劫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加可怕。至此，他将50年后这个时间节点定义为天旋灾难日，也可以理解为世界末日。观察到这个现象时，丽妃不再闭关死练，不再去争什么年轻一辈至尊的名号，跟人抢夺资源，而是到处溜达，试图寻找解决世界末日的谁的死算准时间，帮人收尸，拿一下系统奖励。就算他经常在外人，不再是一夜晨曦新多年的一闪，实力放眼天大，也是最顶尖的强者之一。更甚至，他自认为天也没问题，他的境界或许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可要论真实战力，他已经科技没办法开口这么不知道。待会见到你大师兄，记得要喊人，不要冲撞了他。知道了，师傅，大师兄是什么样的人呀？总感觉你说的好吓人。师傅他老人家这是又收了一个徒弟吗？虽说人不该在意别人的看法，可事实上，无论是谁，对于亲近之人的看法都是会在意。在天玄大陆，他最亲近的人莫过于他的师傅风不平，还是将他从一座小城带到九天阁，更是费尽心思的培养他，为他争取各种资源。你的大师兄天赋异禀，打遍铜镜无敌手，以前被称之为年轻一辈至尊，这可不是虚名，而是实至名归。他在人王战夺得冠军之后，又代表人族跟其他大域的百族交手，力压各族天才，夺得了大域战的冠军。在年轻一辈当中，可谓是傲视天下，举世无敌，有大帝之姿。厉害吧？不过他性情淡漠，喜欢独来独往，待会见上面可能不像你的二师姐、三师兄那样热情，但无需在意，你只要知道他是大师兄就行了。以后遇到什么麻烦，又找不到我的话，就找你大师兄，他会为你撑腰的。以前就是年轻一辈至尊，那大师兄现在是什么境界的强者啊？你大师兄现在应该是荒圣境，境界划分是灵动、明元、慧轮、通识、神觉、法龙、帝王、荒圣、天尊、方帝。大师兄的境界怎么样？听着他们的对话，躺在草坪上的丽妃站起身。事实上，她在5年前就达到天尊境，才会心情大好。当时他本想跟师傅道谢，
结果突然看到太阳的死亡倒计时。当时我来听听他俩聊的什么。师傅，大师兄那么厉害，长得帅不帅呀？有为是年轻时的几分风范。你这个我是什么意思？这个的意思是原来是这样啊。那也就是说，大师兄跟师傅一样，都是超级无敌大帅哥。说的不错。就算没有刻意去看，我也能够想象到师傅吹牛背须、吹胡子瞪眼、不乐意的样子，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哇，这里也太漂亮了吧！而且天的元气好浓郁啊！这琳琅峰是九天阁最好的山峰，也是你大师兄当初代表人族打败其他种族的天才之后，阁内为了奖励他，倾力打造的山峰。师傅，这座山就是我在九天阁的新家吗？这座山是丽妃的地盘，而不是我的山峰。我为丽妃这个大徒弟感到自豪，也很尊重。就算是作为师傅，也不好随意给徒弟做决定。这次带师薪水过来，纯粹是想让他跟丽妃混个脸熟，免得以后见上面都不知道是师兄妹关系。你想在这里修炼吗？想，这座山的环境太好了，不单单是景色美，还有天地元气浓郁到我呼吸都觉得舒服。这座山是你大师兄的闭关之地，待会见到你大师兄，你可以问问他能不能在这里修炼。想在我这里住，怎么可能？师傅说，丽妃外冷内热，其实是客套话。事实上，她性情淡漠，喜欢独来独往，跟她能够看到别人的死期有关。后天养成的，所有人全都是死路一条。时至如今，全部人的死亡倒计时都不超过15年。假如她跟别人走得太亲近，等到天选灾难日那一天，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有点好奇小师妹是什么表情。这是什么情况？每个人都终有一死，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即便是太阳都会死，只是它的寿命太长了，很难看到它的死期。像是小师妹这样头顶3个问号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算什么？系统都无法观测到她的死期，这根本不可能。要知道，即使是方地境的强者，系统也能够看到死期，全都在天选灾难日的附近。这个小师妹不过是归轮境的小妹，我肯定看错了，再看一遍试试。他娘的见鬼了，我得去看看。小栗子，这位是魏师兴收的徒弟，已经见过其他师兄师姐，就剩下你。哇，大帅哥，谢谢。是薪水，见过大师兄。我是丽妃，这是师兄的一点见面礼。这是你大师兄的一片心意，别客气，你拜入我的门下，从今往后，你的师兄师姐就是你的家人了。这孩子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石清水下意识地看向了丽妃，而后就看向了师傅。这是大师兄在问师傅，虽然问法很直白，为什么要收他为徒，有点不太礼貌，然而还不等师傅开口，还有提到。这是几岁了？一点凶都没有的话，8岁到12岁之间吗？这次的话已经不是没礼貌了，而是粗俗，竟然对女生的发育问题品头论足，太过分了！大师兄太厉害了，这可是荒圣境的强者啊！我老家的城主不过是法龙境，就已然是一手遮天的大能了。我只能将希望寄予师傅，盼望着师傅能够为自己说几句好话，挽回公道。列妃有空吗？当然，师傅，小师妹，请。难道他是绝世天才，天生至尊，前途不可限量？这难道是传音吗？难怪师傅对师兄的话充耳不闻，根本就不是假装听不见，而是本来就没听见。可是又不太像传音，因为大师兄的语气和门稳，不像是暗中跟他交流说话，更像是自言自语。列妃，你要是有空的话，得出去多走走啊！你这5年一直待在琳琅山不出，其他势力的人都开始对你有所猜测，说你修炼走火入魔，发生了什么变故，实力大跌。师傅，如有必要我会出门的。至于那些猜忌的流言蜚语，
无需理会。其实我经常出门，只是练老人家没发现罢了。难道说我能听见大师兄的心里话？石溪水虽年幼，却聪慧，眼见到他表面说一套，背地里想一套，顿时就反应了过来。难怪大师兄看起来平好性格，还给他送礼物，很是照顾，却是转眼间的就针对他的发育问题进行评评，一点都不礼貌。原来是不是说出口的话，而是心中的想法。发觉到这里，他心中的郁闷之情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疑惑。他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够听见大师兄的心声。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师傅说大师兄闭门不出，结果大师兄又说自己是经常出门。丽妃，你现如今可是九天阁的门面之一，正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你一直不露面，都有人叫嚣要挑战你。师傅，我们那么多年的师徒之情，有话不妨直说，没必要拐弯抹角。是这样，再过5天就是临渊夺宝，阁主希望你露个面，最好是杀鸡儆猴。你看别人都公开放话挑衅，结果你还什么动静都没有，这是要惹人笑话的。既然师傅都开口了，那我去一趟，杀鸡儆猴嘛。距离严天豪的死期还有2天，反正要走一趟，把他给埋了，正好久违的露个面，杀几个人立立威。又是将人给埋了，又是杀几个人立威。大师兄这是把人命当成什么了？大师兄要是发现我能够听见他的心里话，该不会杀人灭口吧？大师兄的语气太平静了，杀几个人对他而言，仿佛就跟杀鸡一样，说杀就杀，根本不把人命当回事。这要是被大师兄发现自己能够窥听到他的心声，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小师妹，怎么了？没事。怎么感觉他有点怕我？刚才不是还在犯花痴吗？师傅，您是从哪里找来的小师妹？为师近期去参加一场盛会，路途上经过一座名为连云的小城，遇见了这孩子。我发现他没有名师指导，11岁就能达到龟轮进攻级，天赋可圈可点。见他有几分眼缘，就给收下了。就这么简单？他的来历就这么简单？不可能吧？为什么不可能？我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就这么简单？我觉得他的天赋未来可期，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教导会很浪费，所以就收他为徒了。丽妃，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他挺特别的。比如呢？特别可爱。从外貌上来说，这孩子长得是真可爱啊。难道说这孩子终于开窍了？大师兄怎么这样？石心水很震惊，也有一点害羞，没想到他为了夸自己，竟然拐这么大一个弯。完蛋，这孩子怎么害羞了？我只是随口一说啊，不是故意撩你的。还没等他娇羞多久，石心水就听到了心声，冷静了下来。随口一说，也就是说，这不是真心话。这么说，你很喜欢他的长相？刚才初次见面的时候，石心水就很喜欢丽妃的长相，如今丽妃又喜欢石心水的长相，这简直是两情相悦对上眼了呀！说不定我能够撮合一下，这2个正好能够解决一直以来的担忧。丽妃这孩子的性格太孤僻了，不喜与人来往，而且天赋了得，成为地境强者，可谓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我年事已高，修炼也遇到了瓶颈，顶多再活个几百年，寿命就会走到尽头。这些年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自己命丧黄泉之后，只留下丽妃孤单一人，举目无亲。不是，我只是觉得他的长相很出众，不像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来历可能不简单。师傅这眼神，该不会真想撮合我跟这孩子吧？别搞我啊，我可不想当魔力控。石心水被心声所提醒，忍不住看了一眼师傅，也觉得他的眼神怪怪的。师傅要撮合我和大师兄吗？不会。话说，萝莉控是什么意思？他的来历其实挺简单的，
出身是南域天佑皇朝边缘一座小城，连云城的一个小家族全都被我查得清清楚楚，不会有什么纰漏。倒是他的体质确实很特别。他是什么体质？不知，卫师只能看得出来他的体质不同寻常。你要不要帮他看看？兴许能有什么眉目。师傅，您老人家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也好，正好能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我骗你做什么？我是真的看不透他到底是什么体质，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寻常。小师妹，把手给我。作为大师兄，了解一下小师妹的状况，这很合理。好，这手也太小了，这要用力捏一下，怕不是要骨折。听到这个心声，石清水以为他想要捏碎自己的手，就像是受惊的兔子，下意识就想要出手。然而，这孩子不过是归文静修士，哪里逃得出丽妃的手掌心？因为石清水一番挣扎，丽妃感觉到他那柔弱无骨的稚嫩小手在掌心动来动去，当即道：“别动。”难怪师傅也认不出来力，这体质恐怕是放眼古今也是第一次出现，这就是他的特别之处吗？不对，日月圣体和星辰圣体其中的一种，一日出世必定会引起天地异象，太羽神体更是能够在一遇引起白日星现、日月当空的异象。这孩子的体质还强于太羽神体，怎么会没有名师教导？正常情况下，莫说是太羽神体，哪怕是日月圣体，一旦现实那日月当空、波动一方的异象，也足以引得人族5大势力争先恐后的去收徒。怎会1岁还没遇到一个名师？除非这孩子出世的时候没有引起天地异象，但这般惊天地泣鬼神，足以位列古今前10的体质，不可能没有异象。要么他出世的时候有强者为他遮天蔽的，要么他这个体质是后天形成的。假如真有强者在他的背后，那他被师傅遇见，恐怕不是偶然遇见，而是刻意为之啊！假如是后天形成的话，那必定是有大机遇，说不定是破局之法。这孩子绝对有什么大秘密，要不要对他搜魂？可是他太弱了，如果搜魂的话，不死也得变白痴。明明师傅给我探知体质的时候，那叫一个高兴，就像是捡到宝一样，怎么轮到大师兄这里就想对我搜魂了？有什么收获吗？他的体质很强，针对体质选好功法，将潜能完全激发出来的话，同境界之内难寻对手。对吧？我就说他未来可期，而且他年纪还小，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加以培养的话，说不定能够跟你一样成为同辈至尊。终于是摆脱了大师兄的魔爪了。这孩子想要成为同辈至尊是不可能的，自己不能完全读到大师兄的想法，只有大师兄心中自语的时候，才能够听到心声。师傅，我真的能跟大师兄一样成为同辈至尊吗？当然可以。你的体质是卫师从未见过的，甚至不被古籍所记录，但它的强大是不容置疑的。只要你努力修炼，将潜力完全发挥出来，假以时日，打遍天下无敌手也是有可能。师傅这么喜欢给人画大饼，就不怕这孩子以后对上真龙一族被虐到怀疑人生，一蹶不振吗？师傅，大师兄是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没错，你大师兄自修炼以来至今未尝一败，可谓是独步天下，傲视群雄。他虽然是同辈至尊，可事实上就算是老一辈，境界领先于他的强者，在他的面前也不过尔。那大师兄这么厉害，是什么体质啊？你师兄没有体质，不过他的天赋和悟性堪称是傲视古今。什么？原来大师兄没有体质吗？这孩子该不会是觉得我没有体质，就认为我很弱吧？我绝对是疯了！大师兄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啊！自己竟敢当面剖析他！清水，没有体质不代表弱，有体质也不代表强。一个强者的实力不仅限于体质，还有诸多方面，例如天赋、心性、悟性、资源、背景、运气。就好比你大师兄，即使没有体质，依然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你刚接触修炼不久，年纪尚小，
阅历不足，以后可不能有这种以偏概全的片面看法。丽妃，这孩子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没什么见识，也不知道你有多强，不要跟他见怪。放心吧，师傅，我怎么可能跟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较真？石心水听不到师傅的话，但听见了大师兄说的“乳臭未干”这个评价，让他很气愤，却是不敢发作。小师妹，你这体质是天生的还是后来才有的？我不知道。你认真想想。哇，怎么不拿？这么有礼貌吗？小师妹，快吃吧。好。对付小孩子，果然还是得靠天理啊。大师兄，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有什么体质，我的体质很特殊，这件事还是师傅告诉我的。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大师兄拿出这些甜点，可不是免费给我吃的，而是想要问我问题，可我却没办法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在你的印象里，你有没有吃过很特别的东西？这个算吗？先天形成的体质吗？线索断了，不知道把它埋了会怎么样？他们希望石心水的体质是不天真地方，因为这样的话，他只要找到这个天真地方，就能够解决师傅在天选灾难日当天死去的。大师兄，对不起，刚才的甜点我会还给您的。不用还，这些甜点是我请你吃的。不行，我一定会还给您的。师傅，这份要多少钱呀？给我1250枚极品元金就行了。这么贵，吃了它能飞吗？这么多的元晶都能够买一枚对地黄金都有用的7品丹药了。石心水听到这个价格，已经是人都麻了，大脑一片空白。1250枚极品元金是什么概念？他家在列举，算是中流砥柱的家族，拥有7家店铺，去年赚到了600多块上等元金，价值6枚极品元币。也就是说，刚才他直接吃进去施加200年的力量。大师兄，这也太豪气了吧！随便拿出来的甜点就价值1250枚极品元晶。师傅，这是零食，吃了不能飞，不过能帮人滋润根基，活血炼精。野域岸上，地族就是吃这种东西长大的，才一个个都那么厉害。地焰楼不是只有地境和地族之系才能进去吗？你怎么有这种东西？我没去过，这是别人送给我的，这是杀人越货收刮来的，我可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买这种点心。不过这事还是别跟师傅说了，毕竟师魔这个身份杀孽太重了，说多错多。师魔，那是什么？难怪，我就说你不是铺张浪费的。小师妹，再吃点吧。哇，吃了，太贵了，还不起。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在离开连云城之前，父母对我严加叮嘱这个道理。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定要克制住诱惑，不要一步步落入别人的陷阱。当然，他会拒绝的根本原因，还是大师兄太可怕了，先生是不会骗人的。也就是说，大师兄刚才想着把他埋了的想法是真的。既然你不吃，那我就收起来，以后给别人吃。丽妃看他还在纠结这事，也不含开始去找桌面上的甜心，只不过他故意放慢了动作，一份一份吃。眼见到那些美味又好看的点心在大师兄的魔爪下消失，石心水顿时就绷不住了，失落和沮丧的情绪流露于面，双手放在桌子边缘按着，像是一只委屈巴巴的小狗。他很想去阻止，可一想到大师兄刚才有过那么一瞬间打算埋了他的想法，就打退堂鼓。看到他苦着脸干着急的样子，丽妃的动作并没有停止，而是重复这事。虽然他面无表情，但石心水已经是听到了他在心中乐开花的笑声，心情更是郁闷。旁边的风不平见到小徒弟被大徒弟耍得团团转，也是感到好笑，可是年纪上来了。看到他们的互动和玩乐，风不平觉得很宽慰。要知道，丽妃性情淡漠，除了跟他这个师傅相处时还算热情，跟别人向来是不喜欢废话，愿意斗师心水玩，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意识到丽妃挺喜欢施心水的，风不平也是趁热打铁的提一把。对了，丽妃，心水说他想在这里修炼，你觉得怎么样？假如是心水的到来能够让丽妃打开心扉，接纳一个新人，那绝对是好事。我不想。
开玩笑，只是跟大师兄相处这么一会的功夫，我就备受煎熬了。要是住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指不定哪一天就人间蒸发了。我可以肯定自己能够读取到大师兄的心声正事，一旦暴露，绝对是死无全尸。不想吗？不想，虽然这座山很好，天地元气极其浓郁，景色也很美丽，可是小命要紧。这孩子刚才不是很想住在这里吗？怎么改变想法了？是我不给他点心吃，生气了？不对，他好像觉得我很帅。美真真，看到哥的实力了吗？你行吗？是害羞了吗？没错了，他见到我之后，一直都是目光躲躲闪闪，紧张兮兮的样子，这绝对是喜欢上我的反应。让他跟我一起住，对他来说太刺激了。这该死的帅气真会给人添麻烦。吸引美女就算了，吸引一个小姑娘算什么事啊？我可不想当魔力控。不过他改变想法也好，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师傅。谁喜欢上你了？不得不承认的是，大师兄的确是一个大帅哥，但从小就受到优秀的家庭教育，让我绝对不会喜欢上一个坏蛋。果然啊，知人知面不知心，要不是能够听到大师兄的心声，我都不知道大师兄竟然这么坏。既然你不想，那就算了。暂且放下小师妹的事情，丽妃和风不平这对师徒就闲谈了起来。在此期间，施心水坐在旁边，很是乖巧，也不吭声。他发现了一件事：大师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冷漠，其实暗地里的想法不是一般。在大师兄没有针对自己的情况下，突然发现能够读到大师兄的心声，这事还挺有意思的。比如聊到近期有什么天骄出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大师兄其实早就知道了，但为了哄师傅开心，还是假装成第一次听见的样子。星水，跟你大师兄道别。大师兄，后会有期，可算是能跟大师兄分开了。虽说读取心声，理解大师兄的想法并不累，但是憋笑真的很累，我真的是害怕极了，就怕自己一个不小心笑出声，引来大师兄的注意和猜疑。小师妹，后会有期，还有2天就是严天豪的死期了，该准备一下出门了。星水，你这么正式的道别是跟谁学来的？我爹啊，他跟叔伯们还有朋友都是这样道别的。这样啊？对了，师傅，你听说过尸魔吗？当然知道，尸魔的名气已经传播到你那座小城了吗？尸魔是什么样的人啊？为师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知道尸魔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更没人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不过有一件事值得肯定，尸魔很危险。为什么？据传闻，尸魔是死亡的象征，他在14年前凭空出现，行走于世的唯一目的就是收集尸体。虽说他来无影去无踪，可事实上他的活动轨迹是有迹可循的，因为他会盯上一切将死之人。换而言之，假如你见到尸魔，那就意味着你离死不远。星水，你该不会见过尸魔吧？尸魔的目标不分境界高低，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卓越之人，普通人的尸体他似乎看不上，他的目标是强者和天之骄子。而是星水潜力提高，体质不同凡响，甚至是从古今第一次出现，很有可能被敌视。没有，我只是听说师魔是很危险的人物，想知道他在师傅的眼里危不危险。我当然见过，刚才还面对面的坐在一起聊天呢。很危险，极度危险。尸魔很强，他的成名之战是在4年前，当时有2个分别是魂之皓月和古族的吞星天尊。就在胜负已分的时候，尸魔出现了，想要带走战败而死的吞星天尊的尸体。炼魂天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打败对手，怎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战果被夺走，被尸魔愤然出手？这是引来了后果，尸魔只在一瞬间就秒杀了炼魂天尊。
我于杀戮之中胜负，亦如黎明中的花朵。看到哥的实力了吗？你行吗？经此一战，织魔名声大噪，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他的行动越来越活跃。至今为止，被他收走尸体的天尊经总共有19具，在这其中有13位天尊是在搏杀中殒命被他收走，还有6位天尊是攻击他，被他反杀并收走。还有魂族的一名弟弟借魂天尊的身份想要为而报仇，结果惨死在尸魔的手下。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只是传闻。但天玄一文录对尸魔的实力估算是至少地境中期。那也就是说，尸魔是地境强者，也就是说，大师师兄是地境强者。虽然我不知道地境有多强，但根据修炼境界的划分门诀，地境可是最后一个境界啊！一时之间，他又喜又多好消息。大师兄这么厉害，如果他哪天被欺负，还能搬救兵坏消息。大师兄这么厉害，如果某一天对他起了杀心，根本没人拦得住。没错，星水。假如你以后在某一天遇到尸魔，比如他当着你的面想要带走一具尸体，绝对不要去阻拦，也不要攻击。根据九天阁的调查，尸魔很少主动发起攻击，只会在他的目标殒命的一瞬间现身。只要拿到尸体，他就会离开。关于这样的教导，在近几年开始在各大势力盛传。总之，不要招惹尸魔受到阁主的要求。我在2年前也叮嘱过丽妃。知道了。尸魔之所以是尸魔，就是因为他对尸体有着很强烈的追求。也不知道他要那么多尸体做什么。很多人都猜测他是在修炼某种邪功，说不定是拿回去埋了。的确有这个可能。你真聪明。3个问号的埋葬奖励会是什么呢？打开系统面板，这些特殊属性就是丽妃帮人收尸埋葬的奖励。25年来的收获，埋葬系统的功能很简单，就是看到别人的死期，帮人收尸埋葬立碑，写下生前的重大事迹，即可获得宝箱。开启宝箱会随机获得特殊属性。天玄大陆分为5域，东南西北，还有中域，四方有4级，即是生命禁区，身在大陆。无论是往哪个方向走，走得越远越危险。比如南域，一路向南走，在走到尽头之前，首先要翻越10万大山，才能进入无生林这个生命禁区。没有人知道四方的尽头到底有什么，迄今为止还没有生灵走到四方禁区的尽头是合规的。而中域则是当之无愧的天玄大陆中心，被百族之血真龙一统。南域以南，10万大山深处。我可真是个朝9晚5苦逼埋尸人。严天豪早年丧家沦为孤儿，行过且，流过浪，贪过君，也曾寄人篱下，沦为下仆，吃过万般苦，但一生要强不屈。375岁称王，855岁成圣，北域副天辰严家之主，大器晚成，然天赋不足。需大量资源，一生拼搏于生死之间。2648岁陨落于北域死亡兵团，埋葬严天豪，奖励6级宝箱。搞定。系统开奖，奖励吸血2%，闪避1%，还开出了闪避，看来这次运气不错。搞定了这事，他抬头望去，密密麻麻的墓碑立身于大地之上，埋葬了近20多年来死去的有名人物。在这其中，有绝世美人、盖世强者、少年天骄以及一族大帝。在这些人里面，还有几个是他当年教导说过话的族人，但早已是一具枯骨。还有25年，太阳那么大一个道士后该埋在哪里？终于走了，这个怪物什么时候才能死啊？我不想守这座山了。魂族的地境都被他拖回来埋了，不过他经常杀人，连魂族的地境都敢杀，迟早被围剿。慢慢等吧，总有出头之日。兽要有梦想，如若不然的话，那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南域是人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数量极多，跟其他种族一起共存人族。
大势力全都集中在南域。不知多少年的历史岁月，曾有人族英豪想要带领人族走，但发展的势头多被其他种族所限制，未能达到大势力的高度。人族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强。石心说，人族在百族排名才第9吗？小师妹，百族排名第9已经很高了，这可是人族大帝无数年来用命拼杀来的排名，不可无礼和轻慢。二师姐，我没有轻慢的意思啦，我只是觉得人族应该更高一点。你这样想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期望人族在更高的位置，但切记在别人面前提起才第9这种话，尤其是你三师兄的面前，他是地族，在地族的面前，他们会觉得你这种态度是不知好歹。教人不怕人不懂，就怕不知悔改。作为9天阁的一员，实力强弱不是首要关键，重点是素养和眼界，要避免祸从口出，以及失了师门的颜面。所谓地族，就是拥有地境强者的家族。地族分为2种，一种是有大帝坐镇的地族，一种是曾经有过大帝，但为了人族而战牺牲的阴劫地族。可不管是哪一种地族，都是人族最为强大的家族，拥有强大的血脉，是独立于5大势力之外，却是站在人族之巅的家族。虽然人族排名第9，但不代表人族一定比第10名要强，比如在个体方面。这是在上见闻课吗？见过大师兄。2位师妹客气了。2位师妹，师傅呢？师傅出去了。大师兄，你这次来只是找师傅吗？嘿，二师姐为人不是很高冷的吗？怎么变成这样了？这几天都是二师姐在教导我，衣服、吃饭、洗澡、住行，了解9天阁的事宜和门规。在此期间，二师姐可太严格了，我稍微有一点松懈就会被骂，更是不苟言笑。结果这个笑颜如花的女子是谁？真的是我认识的二师姐吗？不然我还能是来找你的吗？这个二师妹虽然挺漂亮的，但脑子有问题啊！我都拒绝过几次了，还这样，而且就算我真想要找一个伴侣，裤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能不能别惦记我了，换个人惦记？后天就是凌渊夺宝了，我这次要参加，但具体安排我需要问一下师傅。师傅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大师兄不如先坐一会吧，我去给您泡茶。二师妹不必这么麻烦，我在这里等就好。你这是在叫小师妹吗？小师妹才刚拜入9天阁，对于天玄大陆的事情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我在给她上见闻课，大师兄要不要监督一下？5年，上一次见到大师兄还是在5年前啊。难怪变化这么大，二师姐原来是喜欢大师兄啊，可是大师兄的反应不太对劲。石清水看已经是搞明白了凤凰爱情会使人面目全非。虽说他才11岁，对于天玄大陆的格局和状况不是很了解，但对于男女之情还是有概念。你忙你的，我在旁边等就行了，不会打搅你们。大师兄手里拿的是长老令牌，跟师傅同一个级别。实际上，他的令牌本该是荣誉长老令牌，但他觉得作为徒弟比师傅高一级不好，所以被拒绝了。只不过他就算没有在阁中任职，但是地位依旧很高，极具威望。大师兄好厉害！石心水没想到还有这回事，看了一眼那枚紫金令牌，很是震惊。越是了解大师兄，就越是让他大开眼界。明明是师兄妹，大师兄却已然是走到了很远的地方。这才拿到哪？后天就是凌渊夺宝，等师傅回来之后，我问一下师傅，看看能不能带上我们一起去看看。到时候你才知道大师兄有多厉害。一枚长老令牌对大师兄来说，仅仅是冰山一角罢了。好啦，别急着高兴，师傅还没答应呢。我们先上课吧，赶在师傅回来之前把今天的学识课上完。二师姐，你是不是喜欢大师兄呀？小师妹，没想到你小年纪竟然这么有眼光啊，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是因为我们很有夫妻相嘛？没想到啊，小师妹还会助攻，真是天赐良机啊，这几天没白疼这孩子。这丫头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很明显啊，你一见到大师兄就特别高兴，不过大师兄好像不喜欢你。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的眼光不咋地，你哪只眼睛看到大师兄不喜欢我了？石清水看到他完全不听好人言，顿时就噎了，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总不能说我能够听到大师兄的心声吧？开玩笑，大师兄就在旁边呢。这话要是说出来，我怕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没想到小师妹这么聪明，一眼就看出来我对二师妹不感兴趣。但是没用啊，二师妹要是真能把别人的话听进去，早就该放弃了。与此同时，他也是听到了大师兄的心声。对于二师妹的心声，丽妃很无奈，碍于师兄妹的关系，又不能用强，只能敬而远之，保持距离。小师妹，你该不会是想要跟我抢大师兄，所以才这样说吧？肯定是这样。你也喜欢大师兄，大师兄魅力超群，喜欢他的女人简直是数不胜数。即使小师妹年纪尚小，但毕竟也11岁了，不是3岁小孩，未必不懂得男女之情。怎么可能？真的不喜欢？真的。你撒谎，根本不可能会有人不喜欢大师兄。不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小师妹真是闲着没事干，何必提这个话题呢？喜欢他的女人确实是属圣主，其中还包括有各大势力的圣主、天之骄女。只不过他没兴趣去讨别人开心，也不是暖男，还达不到人见人爱。谁来救救我？痴心水见他这个态度，只感觉是欲哭无泪，充分的理解到了大师兄为什么会觉得二师姐脑子有问题。二师姐没救了，太盲目了。痴心水陷入窘境，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一旁的大师兄。别看我可不想跟二师妹打交道，正好借此机会让这丫头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以后就明白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了。大坏蛋，大师兄不帮忙就算了，还在暗地里说风凉话。见没人帮忙，痴心水索性是强行转移话题，好奇地问道：对了，二师姐，凌渊夺宝是什么呀？虽然这样很僵硬，不过林静茹观察到大师兄根本没打算帮小师妹的意思，也算满意，秉持着师傅交代的任务，为他解惑。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圆，水蓝则广，水黄则急。陵渊是一处被黑雾笼罩的神秘地带，其中有很多强大的奇异生灵，这就是陵渊的名字由来。陵渊之中很危险，比如一颗石头、一株草、一片树叶，乃至是一片土地都有灵魂，看起来跟平常没有差别。一旦有生灵靠近，就会这个攻击。平日里无害的事物，在灵州之中都如此危险，类人类兽的冤灵更是可怕。话虽如此，冤灵的体内孕育着种名为灵晶的核心，能够帮人洗炼灵魂、治愈魂伤，甚至是提高悟性，价值不可估量。拥有这般天才地宝的陵渊，可以是天地反抗，吸引了无数人进入其中。然而收割灵晶可因为毫无节制的狩猎，冤灵的数量日益减少。在3600年前，南域为了陵渊的资源可持续收集，人族5大势力商议之后，正式驻扎，定下了陵渊夺宝的规则。每隔5年就会开放一次陵渊，只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元晶，就能够进入其中夺宝，但也有条件和约束，比如最低的境界是法龙境，最高的境界是荒圣境。通常在这个时候，5大势力都会派出一支队伍进入其中。最低的境界是法龙境，那我是不是不能进去？我刚才说的条件只是用于散人，5大势力只要带队的人愿意，你就算是灵动境都能进去。那也就是说，我能进去吗？可以是可以，不过要看师傅同不同意。师傅这次专门把大师兄喊来，可能是要负责带队了，是这次陵渊夺宝9天阁的话事人。超过荒圣境能参加陵渊夺宝吗？那当然不可以，超过荒圣境那就是天尊了。师傅说，在每届陵渊夺宝开始之际，5大势力都会派出天尊境强者，率先进入陵渊狩猎同境界的元灵，扫除荒圣境以上的威胁。表面上说是扫除威胁，其实就是5大势力垄断高等级的灵晶，那些散人一辈子都别想得到天尊境的灵晶，除非是加入5大势力。这样的情况对于散人并不公平，但他对此做法没有异议。5大势力的确是占据了更多的，更是内斗不止，但百族林立，为了人族的强盛，也是付出了很多。更何况他也是在这套潜规则下的获利。大师兄是帝境，也能参加陵渊夺宝吗？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跟大师兄一起去的。或许大师兄很危险，但这是建立在与他为敌的前提之下。假如是作为友军，
那大师兄可太靠谱了。二师姐，地境能去凌渊夺宝吗？你在想什么呢？地境可是站在最顶端的大佬，一向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现世则已，一现世必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怎么可能参与这种小活动啊？这丫头是真不把地境当回事啊！这就是11岁吗？真是出身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啊，根本不知道地境有多强。地境很少见吗？在他的老家，实力最强的人就是陈宇。法龙境强者固然是如此，法龙境究竟有多强，他也没什么概念，因为没见过城主大人出手。他只知道二师姐跟城主大人是同一个级别的强者，非常厉害。至于光圣境的师傅，地境的大师兄，则是一个比一个厉害。何止是少见啊！地境可是站在天玄大陆最顶端的存在，每一个地境都是镇压一个时代的天之骄子，无数人穷尽一生都达不到这个境界。二师妹看来懂得也不多，根本没说到点子上。地境一怒，服尸万里，地境很少见，纯粹是因为他们跟核武器一样，各族都约束成规，轻易不得出手。天玄大陆的地境数量究竟有多，他也不清楚，因为他又没有天眼，能够俯瞰全大陆的隐秘。但在他看来，地境至少超过了6品之数，这不是修炼体系太过容易。据他所观察，还有天玄异闻录的记载，近半年来，地境的数量屡创新高，更甚至年纪最小迄今为止，有史以来最快突破地境的记录，已经是刷到了35岁，是真龙一族打下的记录。逆天至极，就连他都没能打破这个记录，这是无可奈何的情况。因为他穿越过来那年就是12岁的我，他想要打破这个记录，无非是能够修炼23年就成立，但这谈何容易？话虽如此，在精神胜利法之下，他认为自己打破了这个记录，因为他修炼了25年就达到了天尊境后期，再有10年。突破地境是必然的事情，或许阿 Q 精神还有贬义，但他必须知道，唯有这样才能够成就无敌信心。因为2个人的说法，石清水这次算是听懂了。虽然他不知道核武器是什么东西，但不妨碍他去理解地境一怒服尸万里的概念。简而言之，地境太厉害了，各族都互相约束，轻易不准出手，以免打得惊天。这孩子年纪还小，说多无益，而且地境太遥远了，跟绝大多数人都不相干，知道地境很强很稀有就行了。小师妹也算是应届而生吧，不过只剩下25年，就算天赋再厉害，到时候也顶多是天尊境，可惜了。要是他一出世就显现出天地异象，说不定有可能打破最年轻地境的记录。25年啊，太阳陨落之后，这个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应季而生，什么节？只剩下25年，又是什么意思？太阳陨落，陨落应该是指死亡吧？太阳会死吗？就在这时，石清水突然感觉到了一道强烈的视线，回过头就撞上了一双眼睛，这才发现二师姐正盯着自己看，那副神情就仿佛是在说：“还说你误会了大师兄，被我带住了吧？”小师妹，你还有什么疑问吗？没有。既然如此，那我们继续上课讲10大种族的排名。天玄大陆有百族，百族之首是为真龙，有史以来这一族就站在百族的顶点，地位不曾被撼动过。后天就是南域的凌渊夺宝，人族5大势力都会来人，不知道夏彩玉会不会去。夏彩玉是谁啊？夏彩玉这个名字一听就像是女人的名字啊！大师兄竟然在惦记一个女人，什么情况？假如大家都会来，那我该用什么方式登场呢？早知道把严天豪埋的时候就带一头地兽回来了，骑着地兽登场，绝对是全场最靓的仔。不过骑地兽也太张扬了，而且太嚣张，给九天阁引来麻烦就不好了。夏彩玉呢？怎么没下文了？比起地兽，他更关心的是大师兄惦记的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不是因为吃醋，单纯是出于好奇。大师兄对二师姐完全不感兴趣，原来是心中有家人啊！师傅原来是去找三师弟了吗？并非，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呀！我还想着快出发的时候去找你呢。5年了，可算是把这个大徒弟给拉出来。就不劳烦师傅多跑一趟了。大师兄，此人是银墨，是英杰地族的地主，或许是出身地族，心高气傲，但面对这位大师兄，他还是心服口服，因为他很清楚大师兄有地境之资，成就地境
乃至是超越他家老祖，也是迟早的事情。一墨，你这次也参加临渊夺宝？听师傅说大师兄也去，所以我就来了。灵劫地族享用的资源那么多，根本没必要参加这种历练。果然是奔着我来的嘛，也正常。这家伙作为弟子却是拜入九天阁，还拜师傅为师，是想要跟我一样变得那么强。以后懂事一点，不要凡事都劳烦师傅，还要让师傅专门去接你。这次是族中有事，不会有下次了。师傅，什么时候出发？明日早上，参加临渊夺宝的所有人马在九天阁主峰集结，等阁主发令之后正式出发。上一届是我带队，阁主的意思是想让丽妃带队进临渊。我带不了队。为什么？按照你以前的修炼速度，你现在应该是荒圣境大圆满了吧？前几天见到丽妃，他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大徒弟的实力很有可能超越了他这位师傅，因为现在的他根本看不透丽妃的境界和实力深浅。我现在是天尊境后期，临渊夺宝的规则，我没办法带队进临渊。什么？你刚才说什么？大师兄，你现在是天尊境后期吗？真的假的？大师兄不是地境吗？真的。哇，那大师兄你的尊称不就是怒呛天尊了？你什么时候突破的？这也太快了吧！好啊，太好了。事实上，他跟阁主吹嘘，猜测丽妃是荒圣境大圆满，已经是非常大胆了。可如今看来，他还是太保守。郑玄龙第35岁就地境了，我37岁达到天尊境后期不算快了。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大师兄您可是12岁才接触修炼一途，修炼至今才25载。丽妃，你这天赋也太可怕了！要是你从出生就开始修炼，说不定有可能赶上郑玄龙帝啊。大师兄您是天尊境，那这次岂不是不能参加临渊夺宝了？怎么不能？我去找阁主商量一下。这次临渊夺宝开始前的天尊横扫环节派，我去就好了。这能行吗？阁中已经对外公布了，这次负责带总队的是问剑师叔，你想要顶替他的位，恐怕没这么简单。或许天玄大陆是力量为尊，可也会论资排辈的。须知，真正的老一辈都曾有过天之骄子的阶段，才能够达到那般境界。你是绝世天才，但谁不是那临阵换将？这时对于九天阁确实是没什么实际损失，甚至有好处，但折损的却是之前那个将士。世人皆知你是带队天尊，结果在临渊夺宝快要开始的时候，突然被换下去，而且还是一个小辈，难免落人口舌。我去找阁主谈一谈，他会答应的。好，趁着动员大会之前，我们赶紧把这事处理一下，去找阁主谈一谈。我们走吧。你们先歇息一会，我跟你们大师兄去就回。大师兄，这事能行吗？问剑师叔是阁主的亲弟弟，抛开这份关系不谈，他的实力和天赋还有名声都是有目共睹，众望所归。近几十年来，都是他带队征战临渊夺宝。换而言之，在大师兄拜入九天阁之前，问剑师叔这已经是问剑天尊了。放心吧，大师兄一定能行的。你这孩子，见他的信任很盲目，林静雯忍俊不禁，很想说他什么都不懂，但还是收住了。然而，吃薪水的信任可不盲目，而是有依据的。因为在大师兄离开之前，他窥听到了大师兄的心声。就凭我是37岁天尊境后期，阁主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世人皆知我12岁开始接触修行意图，25年天尊境，他老人家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其中的厉害。他感觉到了大师兄对于这件事信心十足，有10打9稳的把握。要知道，大师兄的确是很坏，还会逗小孩玩，但他真的很强。阁主要是连这事都不能答应，这九天阁不带也罢。不同于面对大师兄的敬畏，随着大师兄的离去，他的姿态无比傲然。又开始了吗？又开始了，是什么意思啊？少跟你三师兄来往。九天阁内，他只服大师兄，对师傅、对阁主都是眼高手低，嚣张的要命。平日里没少挨批挨揍，离他远一点，免得被人一起打。是这样吗？
可是我觉得三师兄人很好啊。小师妹，你的体质比之泰与神体还要更加卓越，迟早是天之骄女，少跟你二师姐这种碌碌无为之辈来往。你过来一下，我有东西给你。什么东西呀？之前第一次见面，没来得及准备，这是我回途中专门为你取来的鉴定单。鉴定单，真的假的？那还能有假？我樱木这一生何须虚与委蛇？你这家伙突然对小师妹这么好，到底在图谋什么？这家伙该不会是看上小师妹了吧？鉴地丹这种地族独享的宝贝都能送出手。我对你态度一般是因为你是废物，我对小师妹好是因为她是天之骄女，迟早会是独霸一方的强者，甚至终有一天会代表人族与外族一较高低。你才是废物，你这是态度一般吗？你这是态度极其恶劣。我20岁已成王，时至如今是帝王境后期，而你32岁还是法龙境大圆满，还未成王，谁是废物，一目了然。对，三师兄，我不能要你的东西。丽妃，你真是给我长脸啊！那是当然。结果很显，37岁的天尊境后期，25岁的修炼之旅，这般天赋，就算是纵观古今，也是傲视全大陆的绝世妖女。凌渊夺宝开始之际的天尊横扫门前，除了垄断高地阶，临近不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天下人展示人族大势力的强大，吸引人们加入建组，壮大势力。有这般绝世妖孽，又是人族大势力聚首的重大活动，不拿出来炫耀一下，还让老师辈出手干嘛？苏不平才刚回到自己家，就看到自己的亲正分为两派的对峙。没错，就是对峙。只见两个子弟站在一起，正在冲着银墨干地。发生什么事？我要送件地单给小师妹，二师姐非得拦着。我可没拦着她，是小师妹不想要你的东西，因为你是一个人渣。小师妹，这是怎么了？三师兄骂二师姐是废物，所以我不想要三师兄的东西。静文，荧墨，跟我来一趟。件地单都不要，这丫头真是心大。大师兄，你觉得谁对谁错？谁对谁错很重要吗？二师妹和三师弟每次一见面都吵架，完全就是冤家。对错已经不重要了。不知道这丫头知道鉴地丹的价值，以后会不会后悔？就算鉴地丹的价值再高，我也不会后悔。不要被片面的表象所蒙蔽。你只看到三师弟说二师妹是废物，那你有注意到二师妹骂她是人渣吗？其实他们吵架是家常便饭。结怨已久，斗嘴几句就过去了。这次他们会吵得那么僵，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你站队了。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啊，看是看不到全面。三师弟给他送件地单，这么强烈的好意都没感觉到，只念着二师妹的好。我把二师姐不好吗？你二师姐和三师兄吵得不可开交都不用管，又不是打得你死我活，何必插手？你只需要知道他们对你好不就行了。你贸然插手，反而是激化了他们的矛盾。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三师弟应该是知道了这丫头的体质好，专程回了一趟家族跟族老要捡地单，还被我教训了一顿。结果要送见面礼，还被小师妹拒绝了，有够惨的。不过这家伙说话不懂得顾及别人的情绪，难免如此。这孩子听懂了吗？明明是11岁，竟然如此聪慧。好好，大师兄肯定想不到我能听到他的心声，所以能听懂他的话。这孩子在傻乐什么？跟呆子一样。我才不是呆子。要吃吗？要，谢谢大师兄。慢慢吃，没人跟你抢。能。没想到还是一个小吃货。大师兄，你跟师傅去找阁主谈的怎么样了？一切顺利，阁主答应了，后天将由我带总队去临渊夺宝。那你是不是这次临渊夺宝的话事人啊？没错，有什么问题吗？大师兄，我后天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临渊夺宝啊？临渊夺宝至少都要是法龙境才能参加，这丫头去了也没用啊，只能在外边看着。虽然有点残忍，不过还是拒绝她吧，带孩子太麻烦了。我这几天一直在太平峰待着，快要无聊死了。我可以保证，我绝对会很乖的。大师兄你指东，我不会向西。真的会乖乖的吗？面对他的保证，
丽妃表示怀疑的态度，她穿越前帮亲戚带过孩子，小孩子说的话，10句话有9句话不能信，因为小孩子忘记了说过的话，一转眼就会忘记。大师兄，求求你了，带我去玩吧。好，不过你到时候只能在外边围观，不能进陵渊。姐，那说定了哦。果然是小孩子，刚吃过东西也不弄干净就抓人。吃完东西记得洗手。好凉快呀！大师兄，刚才三师兄说我天赋了得，体质无伤，迟早是天之骄女。你觉得我能成为同辈至尊吗？不能。为什么？竟然没有耍小脾气吗？丽妃见他没有生气，也不沮丧，有些诧异，觉得他比表面上看起来要聪慧成熟，心中诧异之后，正好有机会，丽妃也是将原因给他说清楚。天玄大陆的战斗体系虽是五花八门、无穷无尽，但可以总结归类为2种。第一是万法，即是指金木水火土、风流雨点、日月星辰、生死、时间、秘密、空间、灵魂、精神攻击、幻象，都属于万般神通。第二是万兵，即是指刀剑棍棒、枪鞭弓锤、万般兵器。你的体质很厉害，天生就适合修炼星辰相关的神通和功法。以后的主攻方向就是万法之道。万法之道对上同境界的万法不侵真龙体，必败无疑。刚才二师妹跟他讲过真龙一族作为百族之首的原因，也不知道这孩子能不能联想到这方面。原来是这样，难怪大师兄认定我不能成为同辈至尊，这是因为有真龙一族这座大山挡在我的面前。你明白你为什么不能成为同辈至尊了？我只擅长万法之道的话，以后对上真龙一族的同辈强者会被克制的死死的。换而言之，就算我打败了很多强者，但只要我打不赢真龙，就成不了同辈至尊。哎呦，不错哦。大师兄，那我这辈子都没可能打败真龙了吗？倒不是完全没可能。真龙一族是万法不侵之体，又不是万兵不破之体。当年我打败真龙就是靠万兵之枪道，一枪给他捅成傻逼。因为真龙一族就是靠着魔免这个特性打下来的地位，然而他更牛逼，攻击无视防御，战斗自带续航，无视控制，伤害翻倍，还自带反击闪避加成，还有超高的也就是说，我要是主修冰道，就有可能成为同辈至尊。不是主修冰道，而是兵法双修。你这体质要是不修万法，只修万兵，完全是暴殄天物。好热闹呀！那是当然，凌渊夺宝可是货真价实的盛会，老一辈和年轻一辈都会参加，每一届都是饱受关注，人多是正常的，这就是人族5大势力之一9天阁的底蕴，多达30多万的内门弟子。这才哪到呢？万年一次的百族排名战，那才叫真正的热闹。百族出动，人数将近1亿。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30多万人还不算多吗？现在不热闹吗？我这是提醒小师妹，这种程度不算什么，要习惯这种情况。鉴于昨天的教训，石清水这次不想插手他们之间的斗嘴，一直没听到心声，有些疑惑地问道：“师傅，大师兄去哪里了？”他是这次动员大会的主角之一，还没到他登场阁主，凌渊夺宝明日开始，今日将动员出发。这是南域5年一次的重大盛会，9天阁会派出一支队伍前去与其他势力夺宝。在宣布此次行动参与者的名单之前，大家先听我说几句。又是无聊的领导发言环节。与此同时，石清水听到了一句心声，显然是大师兄跟随着阁主来到了府邸，所以能听见大师兄那无奈的语气，让他险些笑出声来。因为先听我说几句这个说法，让他想起了连云城举办什么大活动的时候，开场白。显然，就算是地位一方不同，领导还是一样的领导。没过一会，9天阁阁主手中一晃，就拿出来一份卷书。接下来，我将任命此次凌渊夺宝的参与者，从法龙镜开始，被念到名字的人出列。这份卷书负责记录9天阁每一次重大活动的参与者，是载入史册的行动。太平峰、林静文、法龙镜大圆满。
二师姐，第一个就是你。二师姐在九天阁法龙镜也是排得上名号的强者。不就是法龙镜吗？小师妹越往后提及名字的人越厉害，因为真正的大人物都是最后才登场的。以后你要争取最后一个被提及。见他又在泼冷水，林静雯无比气恼地瞪了他一眼，但因为要上台，没法跟他斗嘴，飞身向着飞去。舒玉峰、李明豪，法龙镜大圆满。基本上这次活动派去的人全都是大女，为了让他们历练，争取通过到下一个境界，练得更之后，就轮到了地王境。太平峰、龙梦、魔法王、帝王境后期。这个魔法王就是封号，从帝王境开始封号，你可以提前想一下自己以后的封号该想。又是10人，就轮到了荒圣境。无伤风、杨太虚连续大胜荒圣境初期。太虚师伯竟然突破荒圣境了吗？这才多少岁啊？这就是绝世妖孽啊！人比人气死人，有人年过半百就突破荒圣境，有人穷尽一生甚至连法龙境都达不到。没错，说的就是我这个废物。不知道厉长老是什么境界了，好久没见到厉长老了。太虚师伯都突破荒圣境了，厉长老只会更高，很有可能是荒圣境后期。大胆一点的话，厉长老甚至有可能是这次凌渊夺宝的队长。在九天阁，杨太虚的名气很响亮，因为九天阁年轻一辈最强者是厉飞，他是幻年老二，一直被压在下面。面对人们的惊叹，他的反应很热情，纵使有人在非议也无妨，只是冲人们挥手，嘴角含笑，看起来很是平易近人。事实上，这也是人们胆敢对他议论的原因。他的脾气很好，要不然的话，别说杨太虚是荒圣境单凭辈分，也不是小辈可以讨论。玉兰峰、雾月仙，月仙大胜荒圣境大圆满。巫长老这一届还信吗？打起精神来，巫长老要出来了。此话一出，人群顿时一阵骚动。荒圣境强者，放眼天玄大陆任何一个地带，都是鼎鼎有名的强者，受人敬仰，受人敬畏，更是威名远扬。巫长老好美啊！月仙大圣所背负的月，是音乐圣体的特质为一体，即便是早就见过这般手段的人，也是无不赞叹。一阵骚动，还有人趁机给帝国后人哇，好漂亮的大姐姐！哎，大姐姐，她比你奶奶的年纪都要大。随着他的言语，立身于九天阁弟子们的面前，正在面对欢呼声的雾月仙有所察觉，如同刀锋一样锐利的目光投了过来，无比冰冷，想杀人。这都听见了吧？被他死死盯着，风不平顿觉心虚和糟糕的低下。太平峰、风不平，太平大胜荒圣境大圆满。他将担任此次凌渊夺宝的队长，带领大家在灵州与其他势力竞争。看到哥的实力了吗？你行吗？阁主自然是察觉到了这一点，但没有在意，而是继续点。然而，不同于刚才2个名字的躁动，这个结果一出，人群陷入了寂静。什么情况？厉长老不参加这一届凌渊夺宝吗？难道厉长老在闭关？该不会真跟外边传闻的一样，厉长老在修炼上遇到了难题吧？在死寂一般的停顿之后，人们顿时是交头接耳，表达着自己的惊异之情。只因为凌渊大会的标准配置是10个法龙境、10个帝王境，还有3个荒圣境。换而言之，荒圣境的3个人已经被点名，接下来就没有第4个人，也就没有厉长老的位置。他们肯定想不到大师兄会参加这一届凌渊夺宝，但不是以选手的身份。相比起大家的躁动，人群之中的失心水毫不担心，甚至是感到兴奋和期待。所见，接下来我将任命此次凌渊夺宝大会9天阁画事人。近几十年来，凌渊夺宝大会的画事人都是由一人担任，那就是问剑天尊。问剑天尊一下，虽说是同为9天阁一员，让他们为之骄傲，但对于所有弟子而言，问剑天尊太遥远，可望而不可。大师兄，你在拿我害怕？
把它买了应该有不少奖励吧？小师妹看好了人该怎么杀？我不能允许有人比我幸福。我宣布，本届灵元夺宝大会9天阁画事人将由林郎峰、厉飞、怒枪天尊担任。厉长老号称怒枪，在法龙境的时候，带领9天阁参加人族明星之子。你不可以是霹雳飞将之子，一个是碾压对方，更是代表人族出兵大陆战，横扫同时代的所有人族，甚至是以碾压之子。人族最强妖孽，这是厉长老杀出来的赫赫威名。在10年前的灵元国宝大会之中，厉长老更是让肉枪之名名震全大陆。无他，是因为有一个散人大圣疑似被外族收买，要趁机抹杀人族最强天骄厉飞，逼得厉长老愤然反击，以帝王境之姿跨境杀敌，杀出了天下无敌之名。自从那一战之后，厉长老不再活跃于各种盛会、韬光隐晦，只是偶尔露面。有人猜测木枪王在那一战中是祭出了底牌，牺牲重大，才得以跨境杀敌，以王之姿对战大胜，元气大伤。有人猜测木枪王在那一战中意识到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害怕再次被圣境袭杀，躲在9天阁不再外出，风云变幻，猜测纷纭，直至5年前彻底消隐于世，闭门不出。天下人的猜测也是大家的猜测，因为就算是同为9天阁的一员，大家对于木枪王的了解程度也就那样。可现在是什么情况？木枪王厉飞消失了5年，再次现身，摇身一变，直接变成了木枪天尊，这是什么动静？是厉长老。可能是他见识少，也可能是他能听见大师兄的气声，天生就莫名的感到亲近。正因如此，他即使是明知道大师兄很厉害，感觉也就那样，根本不知道有多强，没什么概念。但是这一刻，他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大师兄究竟多厉害。拜见木枪天尊，这就是厉长老，仅是5年未出在现世，年少人王已成尊。大师兄这也太帅了吧！什么是强者？这就是强者。震撼之间，他的心里突然是涌现出来的一种冲动，这是同盟，也是友谊。这就是同辈至尊嘛！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大家都在行礼，就他不行礼，这也太呆了。这就是他丝毫不在意，也不在意厉飞的名号威望之强和自己，在他的心里，下一任9天阁国主非厉飞莫属，不同于其他势力，领袖的地位都是人族一脉相承。9天阁是广大百川和各个天宗领袖之位，向来都是有。厉飞见过各位同门。本届灵元夺宝的任命到此圆满结束。在出发之前，请厉长老为这次盛会说上几句。我是第1次担任灵元夺宝画事人，忽然顶替了问剑天尊的位置，可能会有人担心我资历浅薄，在跟5大势力的天尊何等关系中失利。厉长老，如果您还算是资历浅薄，那就没人算资历深厚了。就是啊，厉长老怎么可能会失利？您可是从修炼以来，至今未尝一败。他们说的对，诸位师兄弟的信任让我很欣慰，不过大可放心，我刚才不是在说丧气话，而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一届灵渊夺宝有我无敌。厉长老无敌，木枪天尊无敌。厉长老，能不能问您一个问题？你有什么问题？这个拖总算了。没错，这是阁主安排的意外，宣布的时候没有提及具体，就是为了这一刻。厉长老，您现在是什么境界啊？天尊见后期，什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才不信这种鬼话。木会被风摧毁，那只说明不够强。我所行之道是为无敌道，讲究的就是有我无敌。像是什么隐忍、辩护、猥琐叛逆、退让，对我而言全都是狗屁。出发，让他们见识一下9天阁的厉害。让他们见识一下9天阁的厉害。前往灵渊夺宝，作为人族5大势力之一的9天阁，自然是不可能让彼此出发。
热闹了，太好玩了！真帅啊，这飞船也太漂亮了，棋盘又照乖。你是谁，小子？这是呢？看好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招会很帅。面对这般绝景，很多人都是仰着头，眼睛都不愿意眨一下，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在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施薪水，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东西。只不过施薪水看着飞船远去，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却又说不上来。我还没上船啊！等一下，我还没上船啊！大师兄，完了！大师兄该不会是忘记我了吧？这就被吓哭了。没想到他不单单是一个小吃货，还是爱哭鬼啊！又发现我了吗？大师兄，别哭了，我可没忘记你。走吧。这孩子竟然愿意回来接人了，真稀奇。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师傅、二师姐、三师兄都在面前了？难道说我已经在飞船上了？可我明明看着飞船飞远啦，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到飞船上了？这是什么力量？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小师妹，我答应了她，带她去陵渊夺宝开开眼界。我是施薪水，见过各位同门长辈。苏玉峰、李明豪，见过小师叔。等到人家见过世面，以后人家怕是连你叫什么名都不知道。此时不混脸熟，更待何时？就在这时，林静雯注意到了他眼角未干的泪痕，不时走向前去。小师妹，你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没人欺负我，我就是哭着玩的。小孩子耐不住性子，再加上背井离乡，本来就缺乏要全感，看到熟人全都走，被吓到也很正常。哭着玩，厉长老，你打算带他去参加陵渊夺宝吗？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陵渊夺宝可不是一场比赛这么简单，而是南域5大势力约定的历练。比赛和历练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切磋，后者是拼杀。想要参与这场历练，境界最低都是法龙境，带着一个小孩子去到这种强者云集的危险地带，可不是明智之举。很危险吗？我倒是不觉得，你死了，他都不会死。你是天尊境后期，相较于其他势力的顶尖天尊，本就在境界上有所落后，还带上一个拖油瓶，恐怕不妥。雾长老，多谢你的好心建议，不过我自有分寸。好吧。二师姐，我跟着去陵渊夺宝会给大师兄添麻烦吗？应该不会吧，我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去。大师兄作为天尊和化石人，等到陵渊夺宝开始，要进入灵州之中督促历练，避免其他势力可咒灵特强灵弱的情况。这件事做起来很费心思，带着你一起的话，就意味着大师兄在坚守职责的同时，还要分心照顾你的安危。陵渊夺宝的规则很简单，同境界公平竞争，5大势力、5大天尊互相制衡，并且一致对外压制陵渊，让他们也必须遵守这个规矩。我不能待在飞船上吗？不能，因为等到天尊横扫环节之后，全员都要进入陵渊。假如只留下你和刘天飞船在外边，指不定会发生什么意外。既然是这样，那我回9天。此事我自有定夺，无需多言。这家伙的情商也太低了。大师兄，我只是在担心你和小师妹的安危。在他看来，大师兄和小师妹只要谨慎行事，假以时日，必成大器，根本没必要冒险。距离陵渊还有一段路，大家各自打坐，调整状态，解散。饿了吧？带你去吃点东西。大师兄，我不饿。不，你饿了。我确实是饿了。吃点东西吧。谢谢大师兄。三师弟也真是的，明知道这孩子是个爱哭鬼，还当着他的面说那种话，也不怕他哭给你看。我才不是爱哭鬼。好吃吗？小孩子就是好哄啊，口味一点零食就好了。小师妹，带你去陵渊夺宝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答应的，你不用担心会给我添麻烦。
真的不会吗？施薪水对此还是有些芥蒂。我说不会，就是不会。对于施薪水的安危，他是完全不担心的。别说是带他去陵园夺宝，就算是带他去生灵禁区走一趟，也问题不大。无他，只因他有看到死亡倒计时的能力。说起来，这些喂下去，一头猪都能开启灵智修仙了。为什么这丫头还是龟轮境中期，一点突破的动静都没有？是精华和能量都被她的体质给吸收了吗？她的体质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特别？你是谁，小子？这是呢？看好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招会很帅。20解说人族5大势力分别是九天阁、南帝盟、天门、净世教、大夏帝朝。大师兄惦记的女人夏彩玉，应该是大夏帝朝的人吧？能够让大师兄惦记的女人，绝对不一般。吃饱了吗？天玄大陆的修炼体系，从神绝境开始辟谷，1个月不吃不喝，也不会感到饥饿。如果突破帝王境，生命本质将会实现跃迁，彻底辟谷。只要天地元气不枯竭，就不会被饿死。小师妹还是龟轮境中期的小菜鸡，距离辟谷远着呢，需要定期吃食。吃饱了。其实他一点都不饿，纯粹是被投喂了好吃的东西才开吃。走吧。去哪里呀？带他出去看看风景吧。好不容易坐一次流天飞船，窝在房子里也太没劲了。你不要一直哇哇叫，带着这种土包子一起行动，这要是被别人看见，怕不是要丢死人。我也不想哇哇叫，可实在是忍不住啊。确实很好看，不得不说，天玄大陆的景色真的很美，有各种鬼斧神工的大自然美景。假如失去太阳，这个世界的景色定然不复以往。小师妹，你快看，那就是陵渊。好嘛，全都被小师妹传染成了哇哇怪。你们第一次看见陵渊感到震撼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你们在修炼之前上过见闻课，先知而修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以后你们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发出一声，要山崩于眼前而临危不乱。像你们刚才那样的行为，如果被其他势力看见的话，别人会以为九天阁的人都是土包子，没见识。与此同时，人族各大势力也是如期而至，纷纷靠近了目的地。大师，不行了，就你们刚才的反应，要是被其他势力看见，净是教的颜面都要被你们丢光。是，少主，他们都受过专业的训练，只是一时间没人用，还请不要怪罪。无妨。本少主第一次看见灵渊的时候，反应没比他们好多少，这是你们刚才的演技，切忌在其他势力面前显露。是。少主，我们和九天阁的流天飞船行进路线很相近，他们更快一步，有撞船的风险，要不要减速避让？九天阁嘛，减速避让。你以为本少主是谁？跟我把船靠过去。可是按照规矩，如果飞船轨迹相同，后行者，我知道少主跟九天阁的怒枪王结怨已久，但就算是互相看不惯，也不能这样做吧？真要追尾撞上去，一上来就是师出5米，离不直气不壮。我是神秘，没听好本少主的话，把船靠过去。是。叶长老，你那副表情是为什么？本少主说的是靠过去，可不是撞。是。厉长老，净世教的净世战船加速追过来了，按照现在的行进轨迹保持不变，很有可能会撞船，怎么办？我们要加速吗？估计是陆建明那家伙在发神经，不用管，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嘛。如果他们撞上来怎么办？如果他真敢撞上来，我就把他的船给砸了。陆建明是谁呀？他跟大师兄是同辈的天之骄子，是大师兄的手下败将。陆建明，人族5大势力之一，净世教当代教主的长子，拥有体质榜排名12的进化圣体，人称黎明王或者是净世教少主。此人天赋绝伦，1岁灵动，3岁灵眼，6岁归轮，9岁通识，15岁神觉，18法能，21岁称王
是南域西北一带的最强妖孽，还有他性情乖戾不定，杀性十足，战绩极其险恶，力挫各方天骄，曾经入葛一世，包氏群雄，但是在人王战4强战惜败于大敌，因伤势过重，屈尊4级。陆建明是天玄大陆最顶尖的天骄之一，放眼全大陆，他的战力和天赋都排得上名号，是鼎鼎有名的妖孽。小师妹，你千万不要因为他是大师兄的手下败将就轻视于人，要知道能够跟大师兄同台一战，就已经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明白了。三师弟啊，会说话就多说点。不得不说，荧幕有时候说话还是很好听的，尤其是在吹嘘我的时候。这也是荧幕有时候说话不知轻重得罪。他也不计较的人，毕竟谁会真正的讨厌一个打从心底认你最强、对你无比崇拜的弟弟？你是真敢来呀，老弟！你是谁，小子？这是呢？看好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招会很帅。丽妃5年未见，你看起来精神抖擞啊。5年未见，你倒是风采依旧。好强的步伐，流天飞船的防护阵法，全力激发能够抵御陆天尊敬的猛攻，抵御外敌，冲阵杀敌，无往不利。虽说如今不是完全激发，但是阻挡外人肆意入侵的阵法还存在。然而在陆建明的面前，防护阵法就像是形同虚设一般。10天静止的。听说你这5年在9天阁闭门不出，外界都传闻你在修炼上遇到了瓶颈，亦或者是走火入魔了，不知此事是真是假。这种传闻你也会信？看来这5年的时间，你不是风采依旧，而是越活越失败了。好了伤疤忘了痛，这家伙又觉得自己行了吗？又凑上来找打。小丫头，你这是在笑我吗？没有。你刚才明明就是在笑我。我没有笑，我只是突然想起来一件高兴的事情。有高兴的事情，不妨说出来，让大家都高兴。陆建明，你是不是活腻了？丽妃，你要为一个小辈跟我斗吗？他确实有冒犯到你，但你教训他一下就算了，还敢下杀手，你这就是不把我和9天阁放在眼里。少主，您不请自来的防御9天阁的战员，还要杀人，幸亏丽妃阻止了你。假如他不是，今天发生的事，9天阁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不过我告诉你，我不跟他计较，不是故意下手，而是我懒得跟小孩子计较，今非昔比。你可不要以为我还跟以前大义无知万里，天诛地怒，天塌地陷。何谓天尊敬？掌握天境死地，拥有毁天灭地之实力。陆建明，你说你今非昔比，该不会是觉得我跟以前一样吧？这怎么可能？震撼、绝望、惧怕、惊骇，众多情感交织不清。陆建明缓过神来，望着眼前的男人，感到难以置信。丽妃，你究竟是什么怪物？你以为我是谁？我可是人族最强天才，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想打败我，你还是想着去打败真龙一族和魂族比较容易。这5年的时间里，丽妃这个身份的确是遗失魔，但她遗失魔的身份早已是在跟各路天族对阵，更是杀死了一位大力区区荒神，早已不被他视为对手。人族最强天少主年轻力壮，行事不知调，此事我必会上报惩治教训，还望手下留情。我已经是在手下留情了，他迟早会发现我是天尊境，趁早醒悟是对他好。多谢，自己竟然看不透怒枪天尊的寓意，这个竟然出自一个后生之辈的身上，简直是太不值。更可怕的是，怒枪天尊的一个道，险些让少主的道心破碎受伤。不过是遗漏之物，假如道心破碎的话，那可就死得惨。少主，陆建明呆愣在原地，久久不能回个，只剩下丽妃的身影，高大而可爱，一座太平魔山，不可逾越。5年的时间，同辈天骄都在荒冢境
生死搏。然而这个男人已经是突破到天尊境，他无法理解，也想不明白丽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从性视角出发者，他本是一起出发，斗志激昂，这一次是要打败丽妃，夺正最强妖孽之名。可现在还没有开始，他就已经是好。小师妹，你没事吧？别碰他，他没有遭受到实质的伤害，只是感受到了强者的一点点小震撼。贸然碰他会有精心的危险，让他慢慢消化，很快就没事了。好，这丫头，我刚才说的话有那么好笑吗？算了，让他长长教训也好。在实力不够的情况下，哪怕是说错一句话，都会惹来杀身之祸，更何况是笑话别人这种莽撞的举动，而且直面到荒圣境妖孽的恐怖，对他以后也有帮助。陆建明都走了，你们还紧张兮兮的做什么？他有那么吓人吗？有，比我还吓人。我靠！那没有，陆建明是很吓人，但大师兄更可怕，直接把陆建明给镇住了。离开的时候都没缓过来，那不就行了？该干嘛干嘛去，他又不是你们的对手。怎么了？星水有意外吗？您看他的境界，归轮境后期，他被陆建明吓了一下，突破了。我靠！这是地焰楼的临时发挥作用了，还是说他遭遇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就会变强？超级赛亚人体质。你是谁，小子？这是呢？看好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招会很帅。龟轮镜直面荒圣境的威吓，这么快就恢复了吗？你醒了。大师兄，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孺子可教也，不过还是吓一吓他吧，免得大家以为我很宠他，也要让他完全记住这个教训，以后别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了。小师妹，你过来一下。好。刚才我说的话有那么好笑吗？不好笑。你可知道，就你刚才那一笑是在给九天阁树敌。对不起。其实他刚才也不想笑，深知这种严肃的场合，别说是笑了，就算是插嘴说话也不合规矩。奈何大师兄说的话和心里想的话太好笑了，他实在没忍住。你可明白，就你刚才那一笑，差点给大家带来大麻烦。明白，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年纪还小，念你是初犯，这次就不罚你了。以后若是再犯，严惩不贷。我以后不会再犯了。能够知错，这孩子必成大器啊！希望他经此教训，以后别再乱惹麻烦了。他不喜欢跟女人打交道，因为有的女人完全就是情绪化、无理取闹的奇葩。虽然不是所有女人都如此，但总有老鼠屎欺人。大师兄觉得我必成大器嘛？不得不说，大师兄真的很靠谱，识大体，有格局，而且还很有眼光。能有这么好的大师兄，我真是三生有幸啊！不过也可惜了，要是他喜欢无理取闹，经常给我惹麻烦的话，我就有机会把他给埋了。原本还觉得三生有幸的失心鬼，被这个新生吓得娇小的身体一颤，低下头瑟瑟发抖，心中打定了主意，以后绝对不能无理取闹，以后也要避免给大师兄惹麻烦才行，不然指不定哪一天惹得大师兄不高兴，直接变成尸魔把我给埋了。我决定收回前言，大师兄虽然是很好，但也很坏，好险好险！幸好我不是无理取闹的性格，不然就完蛋了。把手给我。相比起之前，小师妹体内的日月星辰还有神奇虚影凝实了一点点，不过这究竟是临时的影响，还是潜能激发，暂时没办法下定论啊，还是持续观察吧。怎么了？刚才你的境界突破了，我看看有没有问题。我突破境界了吗？你的天赋很好，突破境界是好事，不过你最好是巩固一下境界，基础很重要。
厉长老，又有飞船靠过来了。又来靠船这种事情可不常见。我参加过凌渊夺宝，以前都没发生过这种事情。五大势力都很讲规矩，安分守己，等到凌渊夺宝前的集结点再见面。别太紧张，来就来吧，有你们厉长老在那。厉飞隐世5年不出，各大势力都很好奇他的状况。这次凌渊夺宝，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会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打探消息也很正常。也对，是大夏帝朝的战船，厉长老怎么办？我们还是采取刚才的决策，不用管吗？加速，尽是战船，是因为陆建明觉得自己又行了，才会靠过来。大夏帝朝这样靠过来，恐怕是夏彩玉想过来看看情况。夏彩玉，大师兄惦记的女人出现了。你说什么？我说加速。好。大师兄，为什么要加速啊？如果什么人都能跟我们靠船，那9天阁的颜面何在？原来如此。我可不想在私底下见到他雾长老的加速怎么这么慢？什么情况？看起来大师兄就像是不想跟夏彩玉见面一样，明明之前还想着别人会不会来凌渊夺宝有故事，这2个人之间绝对有故事。加速很好。三师兄，进士教的天才是陆建明，那大夏帝朝的天才是谁呀？夏彩玉，人族5大势力之一，大夏帝朝的长公主，拥有体质榜排名15的太古剑体，人称御剑仙子。她一出生就引得大夏帝朝上进无名，据说还有护剑将士认其为主。她的天赋堪称可怕，1岁灵动，3岁明远，5岁悟道，6岁归文，8岁通识，13岁神诀，15法龙，18岁称王。一经问世，打遍同辈无敌手，20群雄，第一次落败也是败于大师祖父，在王战名列第3。5岁悟道，悟道是什么境界啊？悟道不是某个境界，而是道境。悟道，陆成王，道境说起来玄之又玄，3言2语很难说清楚。等这次回去之后，你若还想知道，我再给你好好说道说道。你是谁，小子？这是呢？看好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招会很帅。御剑仙子18岁称王，那他岂不是比陆建明还要厉害？当年是这样，现在就不好说了。刚才陆建明虽然是被大师兄稳压一头，狼狈而去，但他的实力已经是不同凡响了。当初在人王战，确实是夏彩玉名列3席，成绩上更胜一筹。可事实上，这2人还没有在双方都处于全盛时期的状态下，真刀真枪的打上一场。同等境界，夏彩玉能把陆建明打出10，不过5年未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境界了。可他的体质不是名列15名吗？怎么比陆建明还要厉害？他很在意体质榜排名，按照师傅和大师兄的说法，他的体质能够排进体质榜前3，很厉害。体质榜排名更高，不代表一定课更强，只是在同等境界的情况下，观和理论还有潜力等诸多方面更胜一筹。真正要分出一个实力高低，至少要打上一场才知道。这就好比御剑仙子是帝王境，陆建明是法龙境，难道体质排名更高的陆建明还能更强不成？原来如此。希望这丫头听完三师弟这番话，能够明白体质不是绝对的，元修的战力构成，除了体质以外，还有境界、神通、道境、种族等因素。10大种族的排名可不是瞎排的，而是真刀真枪用尸体堆出来的结果。厉长老，大夏帝朝的人追上来了。怎么会被他们追上？你不是全速行进了吗？追上来的不是大夏战船，是御剑仙子，她单枪匹马的追上来了。这个疯女人来了，减速吧，还有把护船阵法给撤了，待会把他给逼急了，来上一剑就不好了。玉飞，你终于出山了，好久不见，竟然这么正常？难道他转性了？5年的时间看开了。好久不见，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震惊！厉长老和大夏长公主竟有不为人知的感情瓜葛。哇哦！石溪水看到2个人面对面的站着，一个帅气，一个漂亮，简直是天作之合，顿时就磕到了。看别人谈情说爱，可太有意思了。
难道说大师兄对二师姐不感兴趣，是因为他喜欢御剑仙子夏彩玉？我从未说过要娶你，看来他还是跟当初一样，相信他会改变。我也是太天真了。什么情况？大夏长公主求爱被拒？你对我做了那种事情，你必须娶我。妈的，不就是一个不小心撞见你洗澡吗？至于缠着我不放吗？你有话好好说，不知道的人听你这说法，还以为我对你做了什么。这就是真相嘛！原来大师兄当时不是惦记着夏彩玉，而是害怕见到她。丽妃，你扪心自问，你真的没有对我做过什么吗？别的时间里，他多次前往九天阁，想要见丽妃，但这个男人始终是避免，甚至都不愿见他一面。竟然辜负这么好的女人，李长老也太不道德了。他诽谤我啊！我从来没有碰过他一根手指头。你们别乱想，这事要是不解释清楚，怕是等到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全大陆都要觉得我是负心汉了。虽然他是这样说，但是人往往更相信弱者说的话，毕竟没有一个女子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你是没有碰过我一根手指头，但是你是大夏帝朝的女子思想传统而保守，即使是一双脚都会被不拘一拜的人。丽妃却是看光了他的身子，还想要耍赖，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他可忍不下这样的恐惧。你别瞎说，这事要是说出来，都不用等明天太阳升起。今天晚上月亮刚出来，全大陆的人都会知道人族第一妖孽盖世无双的入香天尊丽妃偷看大夏长公主夏彩玉洗澡，看光了人家的身体还不肯负责。没错，如此劲爆的绯闻传播速度就是这么神速。呜呜，别叫了，我们进去说行不行？呜呜，你要是觉得行，就点点头。夏彩玉，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那次是意外。你究竟想干嘛？不管是不是意外，按照大夏帝朝的规矩，你看光了我的身子就必须要娶我。又是这个破规矩！照你这说法，大夏帝朝的女子要是被穷凶极恶之徒看见，即使是万般不愿也要嫁吗？面对这种情况，大夏女子如果不愿嫁，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死。丽妃想要说些什么，例如原来你还可以去死啊，却是堵在了嗓子眼，心中泛起阵阵波澜。因为夏彩玉这番话的潜台词，等于是在说我愿意嫁给你。你说话